五胡十六国时期，最为仁慈的帝王苻坚是如何继位的？他为何自降帝号为大秦天王？他又是如何覆灭前燕，建立起强大的前秦政权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大秦天王苻坚继位及前燕政权覆灭。356年，慕容恪率军渡过黄河，与段堪率领的3万大军在济水之南展开激战，最终段堪战败后投降，段齐灭亡。357年，慕容俊将都城迁往邺城，3年之后病逝，年仅11岁的太子慕容伟继位，慕容俊的弟弟慕容恪辅政。在此期间，慕容平率军攻打张平、滨州的100多座城池，投降前燕。接着，慕容恪和慕容垂率军攻打洛阳，攻占了洛阳和许昌等地，标志着前燕政权获得了中原的控制权。就在前燕政权高歌猛进、称霸中原的时候，由于慕容恪的病逝和慕容平的掌权，前燕政权逐渐开始没落。慕容恪病重的时候，举荐自己的弟弟慕容垂接替自己，但慕容伟没有听从，而是将不满10岁的弟弟慕容冲任命为大司马，掌管兵权，真正的实权则落在了慕容平的手中。369年，东晋的大司马桓温率领5万大军从姑蜀出发，前去征伐前燕、姑蜀及今天安徽省当涂县。慕容伟得知后，立即任命慕容立为征讨大都督，调集2万大军前去迎战，双方在黄须及今天河南省兰考县东南展开激战，结果燕军全军覆没，慕容立独自逃回了邺城。慕容伟非常惊慌，连忙派遣自己的哥哥慕容臧率军抵抗，但是桓温的大军势如破竹，慕容臧招架不住，只能节节败退。7月，桓温率领大军进驻方头，即今天河南省浚县东南的祁门渡，距离邺城已不过100里。皇帝慕容伟和太傅慕容平惊慌失措，准备放弃邺城，将中原之地拱手让给桓温，然后退往前燕的旧都龙城。可是慕容垂实在无法忍受，请求率军迎战。虽然慕容伟和慕容平忌惮慕容垂，但此时已经是万不得已了，只能让慕容垂率领5万大军前去迎战桓温。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前往前秦，以割让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为代价，请求前秦出兵支援。慕容垂率军到达方头后，与桓温试探性地打了几次小仗，逐渐稳定了军心。接着，他率领主力牵制桓温，让弟弟慕容德率领15000名骑兵前去攻打石门的元贞，结果元贞战败，晋军的粮道被毁。9月，晋军的粮草即将耗尽，得知前秦的援军即将到达后，桓温只能下令撤军。慕容垂得知后，将所有步兵留下，只率领8000名骑兵跟随，并与晋军保持距离，一直跟随到襄邑，即今天河南省睢县的时候，才与弟弟慕容德东西两面夹击晋军，晋军大败，死伤了3万多人。至此，桓温的北伐彻底失败，前燕的危机得以解除，慕容垂声威大振。然而，慕容垂的成功激起了慕容平的嫉妒，他与太后密谋，准备将其诛杀。慕容垂无奈，只能逃往了前秦。此时，前秦的皇帝是苻坚，他早就想图谋消灭前燕了，但由于忌惮慕容垂的威名而未敢出兵。没想到慕容垂竟然投靠了自己，因此苻坚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慕容垂。那么，苻坚是如何继位的呢？355年，苻建的病情加重，卧病不起多日。侄子苻京以为苻建已经驾崩，率领士兵冲入东宫，准备刺杀太子苻生之后自立。苻建得知后，强撑着病体登上端门。苻京的部众发现皇帝未死，纷纷丢下武器四散奔逃，苻京被处死。6月15，苻建驾崩于长安城的太极前殿，年仅39岁，太子苻生继位。而苻生是天下少有的暴君，他日夜狂饮，连着数月不肯上朝，每次喝醉之后必然杀戮无辜之人。他喜欢观看男女淫亵，饮酒的时候经常让后宫的佳丽与大臣们裸体交欢。他还喜欢活剥了牛羊驴马之后看着他们奔跑，后来竟然活剥死囚的脸皮，并且让他们挂着脸皮跳舞。每次接见大臣的时候，他便命人将铁钳和钢锯摆放在跟前，并让侍从们借上弦，刀出鞘，看谁不顺眼就无缘无故的当场杀害，导致朝中人人自危。357年，姚懿仲的儿子姚襄
联合前秦境内的羌人，准备图谋关中。苻坚便率军前去抵抗，姚襄战败后被杀，姚襄的弟弟姚长率部投降。然而战争结束之后，有功之臣未受褒赏，反受侮辱。姚襄的旧部薛散和权益便怂恿苻坚取而代之，但苻坚觉得自己实力不足，不敢轻易动手，只能秘密谋划。苻生听到风声后，便对身旁的侍女说：“苻坚不可信赖，我明天就把他给除掉。”苻生熟睡之后，侍女便将他说的话密报给了苻坚。苻坚得知后大惊，连忙召集数百人冲进了苻生的王宫。苻生的宿卫们早就仰慕苻坚而痛恨苻生了，因此他们毫不抵抗。苻坚便带人冲入宫殿，将醉卧床上的苻生给幽禁了起来，史称云龙门之变。之后，苻坚在群臣的劝进之下即位，他自降帝号，称大秦天王。苻坚即位后，整顿吏治，惩处不法豪强，实行与民休养的政策，使前秦的百姓温饱，而盗贼减少，国家府库也逐渐充实。他广招贤才，提拔了一批精明廉洁的汉族士人参与朝政，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寒门出身的王猛。358年，前秦的很多地方遭遇大旱，苻坚便减少自己的膳食，撤销歌舞，皇妃以下的宫女不准再穿绫罗绸缎，改换布衣，文武百官也相应的减少俸禄，减免部分租税，停止征派徭役。同时，他下令开发山林，解除河流湖泊渔业的禁令，使百姓可以共享。因此，前秦虽然遭遇了大旱，但并没有引起饥荒和灾难，国力逐渐开始强盛。359年，铁服匈奴的首领刘卫辰派遣使者请求归附前秦。当时人们将匈奴和鲜卑的混血称之为铁服，因此他们的部落便以铁服为号。刘卫辰成为铁服部首领的当年，便派遣使者归附前秦，请求苻坚在内地给他们划拨耕地，苻坚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刘卫辰便进入关内定居，他们春天来，秋天走，每年给前秦祭献供奉。369年，前燕的慕容垂因为被慕容平排挤，投靠前秦，苻坚得知后非常高兴，亲自前往郊区迎接，对其极为礼待，封其为冠军将军、宾图侯。黄甫真得知慕容垂逃往前秦后，便对慕容伟说：“慕容垂外逃，犹如伍子胥般的祸患啊！他一定会为前秦出谋划策，我们应该提早考虑对策。”慕容伟连忙召来慕容平商议，结果慕容平不屑地说道：“秦国家小势弱，还要仰仗我们的支援，而且苻坚施行的是善道，肯定不会听从叛臣的计谋，你们就不要自找烦恼，激起敌寇的侵犯之心了。”慕容伟便听从了慕容平的建议，不对前秦设防。结果当年12月，苻坚便以慕容伟违背诺言，没有将虎牢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前秦为借口，出兵攻伐前燕。他派遣王猛和邓羌等将领率军攻打驻守金庸城的慕容柱，驻守荥阳的慕容臧得知后，立即率军前来解救，与王猛的部将在石门展开激战。结果慕容臧大败，死伤了1万余人后退走，慕容柱只能举城投降，洛阳也随之陷落。接着王猛便率军向晋阳进发。慕容伟得知后，连忙派遣慕容平率领30余万大军前去抵抗，但是由于他害怕王猛，大军到达陆川后便驻扎了下来。很快，王猛的大军便到达陆川，与慕容平展开了对峙。慕容平认为王猛的大军深入敌境，前后没有援军，速战速决反而对他们有利，因此他准备用持久战拖垮王猛。而慕容平接下来的操作堪称经典。作为燕军统帅的他，竟然在两军对垒的前线阵地上开始敛财。他将陆川一带的山林权责全部据为己有，百姓和士兵如果想要砍柴和打水，都必须给他交钱。不多时，他积攒的钱财和丝帛就如丘陵一样高，大军顿时就精神懈怠，丧失了战斗力。随后的战争可想而知，王猛率军发起猛攻，前燕的30余万大军惨败，死伤了5万多人后，慕容平只身逃回了邺城。王猛则长驱直入，率军直逼邺城。这时苻坚也亲率10万大军赶来，与王猛共同攻打慕容伟。随后前燕的散骑侍郎徐渭等人打开城门，前秦的大军便涌入了邺城。慕容伟与慕容平等数十人出城逃跑，
逃到高阳的时候，慕容伟被前秦的将领巨武擒获，苻坚让他返回皇宫，率领文武百官正式出城投降。苻坚封他为新兴侯，任命为尚书。慕容平则逃往了高句丽，被高句丽送还前秦，苻坚任命他为范阳太守。同年12月，苻坚将慕容伟和王公大臣以及4万余户鲜卑人迁徙到长安，前燕彻底灭亡。那么，苻坚是如何攻灭钱粮和仇池以及代国的？统一北方之后，为何要发动淝水之战？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淝水之战前，前秦通过攻灭代国、打败钱粮以及征服西域等战役，致使前秦的疆域东濒大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南抵云贵高原，北达沙漠。那么，代国和钱粮等国是如何灭亡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前秦统一北方及吕光征伐西域。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我们已经从前赵和后赵以及前燕讲到了前秦，而前秦是最有希望统一全国的政权。那么，它是如何统一北方的呢？前燕灭亡的当年，已经臣服于前秦的仇池公杨氏病逝，其子杨纂继位后却投靠东晋，与前秦彻底断绝了臣属关系，这让苻坚非常的气愤。371年，苻坚任命苻雅为主帅，率领7万大军前去攻打前求池国。此时，求池国正在发生内乱，杨纂的叔父杨统起兵与其争位，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得知前秦出兵后，东晋的凉州刺史杨亮、太监郭宝等将领前去支援杨纂，杨纂亲自率领5万大军迎敌，双方在旧峡即今天甘肃省西河县东南展开激战，结果杨纂战败，郭宝等人战死。秦军继续进发，到达武都郡的时候，杨纂的叔父杨统开城投降，杨纂无奈，只能被迫投降，被苻坚迁居长安，前求池国至此灭亡。苻坚任命将领杨安为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守仇池。吐谷浑的君主遂熙得知后非常害怕，连忙给前秦进献战马5000匹，金银500斤，苻坚便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强川侯。373年，东晋的凉州刺史杨亮、太监儿子杨广进攻仇池，被镇守仇池的前秦将领杨安打败。接着，杨安便趁机攻下了东晋的凉州和益州，占据了长江上游。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钱粮了。376年夏，苻坚派遣姚苌等将领，率领13万大军征伐钱粮。8月，大军从青石津及今天兰州市西固区的新城镇渡过黄河。钱粮的君主张天锡派遣长句和马建率领3万大军前去抵抗，他自己则亲率5万大军屯驻于金昌城，即今天甘肃省永昌县西北的毛不拉村。此后，姚苌率领3000人为先锋，发起猛攻，马建不敌，率领万人投降。接着，秦军与长句的主力相遇，长句兵败之后，苻坚自杀。张天锡惊惧之下退还姑臧，被前秦的大军围攻，无奈之下，张天锡只能出城投降。苻坚任命他为尚书，封归义侯。至此，钱粮政权灭亡，北方仅有的割据政权就剩下代国了。代国的建立者是鲜卑的所头部首领拓跋伊卢。338年，拓跋什翼坚即位，他设置百官，制定法律，将代国从奴隶制的部落联盟转变为封建制的国家形态，定都于云中郡的盛乐城，即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村。376年，苻坚派遣大司马弗洛率领20万大军攻伐代国，拓跋什翼坚则命令鲜卑族的白部和独孤部以及南部大人刘库人前去迎战，结果全部战败。拓跋什翼坚便让刘库人率领10万骑兵迎战秦军，他自己由于身体有病，不能亲自领兵，只能率众退往阴山以北避难。然而，正在这时，高车部却发生了叛乱。高车是对漠北游牧部落的泛称，也被称其为敕勒，居住在今天的贝加尔湖附近。只要匈奴和鲜卑迁走或衰弱之机，他们便趁机入主草原。此时，代国遭遇危机，高车便发生叛乱，导致拓跋什翼坚四面受敌，只能向漠南迁移。等秦军稍退之后，他才回到了盛乐城。然而12天之后，他就被儿子拓跋什军给杀害了。同时被杀的还有拓跋什翼坚的其他子嗣。秦军得知消息后，立即发起攻击，代国的部众纷纷逃散，代国灭亡。
之后，拓跋什军被苻坚处死，其余贵族和王公大臣则被迁往长安。由于拓跋什一家的子嗣都被他的儿子拓跋什军给杀光了，只有小孙子拓跋圭由于年幼躲过了祸患。代国的旧臣们便请求苻坚将拓跋圭留在部落，等他长大之后就任首领。苻坚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拓跋圭长大后便成为了北魏的开国皇帝，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至此，北方已经基本统一，接下来要征伐的便是西域了。382年9月，居师的前部王和鄯善王来到长安朝贡，他们表示愿意协助秦军征服西域诸国。苻坚本来就有经略西域之意，听后非常高兴。383年正月，苻坚任命吕光为都督西讨诸军事，率领5000铁骑在内的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准备征伐西域。在居师前国和鄯善国军队向导的指引下，秦军的行军速度非常迅速。大军到达高昌，即今天新疆吐鲁番的时候，吕光听说苻坚大举进攻东晋，他便准备原地待命，但在杜晋的坚持下，他才继续西行。他们越过数百里的沙漠，历尽艰辛，于当年的12月抵达燕齐国。燕齐国及其附属诸国得知后纷纷请降，而龟兹国及其附属诸国则顽强抵抗。吕光将大军集结于龟兹国的都盐城，即今天新疆库车市城南。他给牧人披上衣甲，列于垒上，作为疑兵，以迷惑龟兹军。龟兹王将城外的百姓全部迁入城中，倚仗坚城抵抗秦军。384年7月，龟兹王以重金求援快胡国，快胡国联合温宿和魏佗等国，集结了70余万大军，一同援救龟兹。由于西域联军所披的铠甲、弓箭无法射入，吕光便将各营的兵力集结一处，操练钩索战法，并以旌旗作为油军，随时补充各处缺口。不久，西征军大破西域联军，斩首万余级，龟兹王连夜弃城逃亡，西域30余国投降吕光。随后，吕光率军进入居延城，即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约17公里处，在城中大宴将士。西域诸国忌惮吕光的威名，纷纷遣使纳贡，甚至汉朝未曾臣服的国家也不远万里前来归附，上缴汉朝朝廷所赐的符节。吕光则向他们重新颁发前秦的符节。苻坚得知后，任命吕光为安西将军，封顺乡侯。但是就在吕光征伐西域的同时，苻坚发起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导致北伐大乱，道路不通，苻坚的诏命便未能传至西域。那么苻坚为何要发起淝水之战？此战中头鞭断流和草木皆兵以及风声鹤唳等成语具体是如何而来的，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东晋以8万流民组成的北府军打败了前秦的80余万大军，使流落江南的汉民族得以延续，保住了汉族文化的核心。同时，头鞭断流和草木皆兵，以及围棋堵树和风声鹤唳等成语典故，也出自这场战役。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淝水之战的前因后果。376年，随着前凉和代国的灭亡，标志着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383年，苻坚派遣吕光率军征伐西域，只要再拿下江南的东晋，他便极有可能开创汉高祖刘邦或光武帝刘秀般的辉煌伟业。于是他便与群臣商议征伐东晋之事，没成想群臣纷纷反对，让苻坚大为不满。下朝后，他征求弟弟伏龙的意见，结果伏龙同样反对出兵，并且哭泣着劝他想想王猛的临终之言。王猛是前秦的开国功臣，临终之前，他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他继承正统，受国人拥戴。我死之后，希望陛下不要贸然图谋东晋，因为鲜卑和羌卢等少数民族虽然归顺，但暗藏叛逆之心，陛下应该优先安抚他们，以绝后患。”但苻坚依然不肯听从。尚书袁绍和名僧释道安，以及太子伏弘和中山公伏申等人全都反对出兵伐晋，苻坚便坚决地说道：“我坐拥100万大军，只要我一声令下，士兵们的马鞭投入长江，便足以让江水断流，长江天险有什么可怕的？”这便是头鞭断流这个成语的来历。当然，也有人支持他出兵伐晋，
例如从前燕投降过来的慕容垂，这让苻坚非常高兴。再来看东晋朝廷，此时东晋的皇帝是司马曜，而朝政则由陈俊的谢氏和龙亢的桓氏把持，其中长江上游由桓氏掌控。由于桓温已经去世，司马曜便任命桓温的弟弟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之地。长江下游则由谢氏的谢安当政。谢安年少时受到了宰相王导等人的器重，征召他入朝为官，但被谢安推辞，隐居在会稽郡的东山，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名士交游贤赋。扬州刺史宇彬仰慕他的名声，命令郡县的官吏前去督促，谢安不得已勉强赶来复召。然而1个月后，他便辞去职务，返回了会稽郡的东山。之后，由于谢氏家族在朝中的权势受到威胁，他才再次走出东山，入朝为官，这便是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来历。桓温死后，谢安便与王彪之等人共同辅政，并且被任命为都督扬州和徐州等5州军事，总管长江下游。他举贤不避亲，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兼江北诸军事。中书侍郎西超历来与谢安不和，但是当他得知谢安举荐的是谢玄，也公开表示支持。为了加强江淮之地的防务，司马曜让谢玄招募江淮之地的百姓，训练精兵。于是谢玄便选拔了刘牢之等人，组建了影响东晋历史走向的北府军。他们是由北方流民组成的军队，面对国仇家恨，具有超强的战斗力。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淝水之战前期双方的对决。378年2月，前秦兵分3路出兵襄阳。第一路是庶长子苻丕率领的7万大军，第二路是慕容垂和姚苌率领的5万大军，第三路是苟持和毛当等将领率领的5万大军。4月，苻丕的前锋抵达沔水以北，东晋的凉州刺史朱旭认为前秦的军队没有舟船，所以未做防备。等10月率领的5000精骑渡过汉水之后，朱旭才惊慌之下开始固守中城，而外城则被10月攻破，缴获了100多艘船只，用来接运其余的兵种。随后3路大军的主力到达，对襄阳发起猛攻，朱旭死守了1年之后，城池才被攻破。最后朱旭被俘，送往了长安。苻坚认为朱旭守城不降，很有气节，便将他封为度支尚书。至此，襄阳之战结束。383年5月，苻坚下令全国每10丁必须遣1人为兵，集结大军准备征伐东晋。8月，大军从长安出发，他让弟弟苻融率领25万大军先行，他自己则亲率60余万步兵和27万骑兵跟随。大军旌旗招展，前后千里不绝，准备一鼓作气拿下东晋。那么东晋朝廷是如何应对的呢？面对前秦的倾国而来，东晋从朝堂到民间都惴惴不安。谢玄连忙跑去请教叔叔谢安，然而谢安却告诉他说皇帝另有安排，然后就不再说话了。接着谢安便命人驾车前往山林别墅游玩，与好友张玄下棋对弈，并以别墅作为赌注。由于谢安的棋艺不如张玄，以往总是输给他，但此时前秦大军压境，使张玄心生畏惧，心思完全不在棋上，连续输给谢安。下完棋后，谢安带人登高游览，直到夜里才返回府邸。9月，苻坚的大军抵达项城，而凉州的军队才刚刚到达咸阳。巴蜀的7万水军则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幽州和冀州的大军则抵达了彭城。只有苻融率领的25万前锋抵达了营口，准备对寿阳发起攻击。寿阳即以前的寿春，现在的安徽省寿县。接着苻融率军对寿阳发起攻击，寿阳的守将不敌，破城之后，将领徐元喜等人被俘。然后苻融派遣梁成率领5万大军驻守洛涧，阻挡东晋的大军来袭。而此时谢石被任命为征虏将军，谢玄被任命为前锋都督，与谢衍等人率领8万北府军前来迎敌，同时派遣胡斌率领5000人前去救援寿阳。然而胡斌还未到达，寿阳就已经沦陷，而且后路还被梁成给截断了。无奈之下，胡斌只能退守硖石山。苻融得知后，立即率军前去攻打。
此时，谢石和谢玄的大军已经到达洛涧以东25里，面对梁城的守军，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驻扎在那里。不多时，胡斌的粮草就耗尽了，他连忙派遣使者请求谢石的支援，然而使者却被秦军给俘虏了。芙蓉得知晋军的动向后，连忙派人给苻坚送信说，敌人的人数很少，很容易就能击破，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不战而逃，所以应该立即发起攻击。苻坚得知后大喜，他将大军留在项城，亲自率领8000名骑兵赶来与芙蓉会合，同时派遣在襄阳被俘虏的东晋将领朱旭说服谢石等人投降。然而朱旭却告诉谢石说，如果前秦的100万大军全部到达后，晋军实在难以抵抗，趁他们现在大军还没有集结，应该尽快与其交战，只要打败他们的前锋，就能削弱他们的士气，打败秦军就有希望了。可是谢石得知苻坚已经到达寿阳，非常恐惧，准备等秦军疲困之时再发起攻击。堂兄谢衍则力劝谢石采纳朱旭的建议，谢石这才下定决心，准备与秦军决战。随后，他派遣北府军的将领刘牢之率领5000人马攻打驻守洛涧的梁城，结果秦军大败，梁城被杀。接着，刘牢之分兵阻断秦军归去的渡口，秦军群龙无首，纷纷跳入淮水逃跑，死伤15000余人，大量的军资器械被晋军缴获。洛涧大捷之后，谢石和谢玄等人便率领8万大军水陆并进，抵达了八公山，与前秦的大军在淝水之畔展开对峙，淝水之战正式爆发。淝水位于今天安徽省寿县的东南方，分为2支，一支向西北流去，从寿县注入淮河；一支向东南流去，注入了巢湖。苻坚和芙蓉登上寿阳城，远远望去，发现晋军的军容严整，士气高昂。北面的八公山上北风吹过，满山的草木在晃动，感觉有无数的晋军士兵在不停地运动。苻坚顿时大惊，连忙质问芙蓉说，晋军是如此强大的劲旅，你怎么能说他们是弱旅呢？这便是草木皆兵这个成语的来历。此时秦军仅靠淝水列阵，导致晋军无法渡河。谢玄便派遣使者对芙蓉说，阁下率领大军而来，不是要与晋军决战吗？可现在秦军堵在河边，使晋军无法渡河，这是要打持久战，而不是速战速决的做法呀。如果你肯让大军稍微后退，我们便可渡过淝水与阁下决战，这样不是更好吗？秦军的将领们不赞成后退，可苻坚却说，只要我们稍微后撤，晋军便会渡河，等他们渡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突然发起攻击，便可用我们的铁骑践踏晋军，晋军必败。芙蓉也认为此计可行，于是秦军便开始后撤。然而由于古代行军作战信息传输缓慢，前军后撤之后，后面的大军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而且就在这时，被秦军俘虏的朱旭大声喊道，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后面的大军以为前军真被打败了，惊慌之下纷纷开始逃命，最后全军都开始溃散。谢石和谢玄见状，立即命令大军开始追击。芙蓉此时彻底慌了，他骑马奔驰压阵，冲入后退的乱军之中，试图稳定阵脚。但是惶恐之下的秦军已完全失控，战马被乱军撞倒之后，芙蓉被晋军斩杀。随后秦军更加慌乱，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逃到淮河时，掉入河中淹死者甚多，导致淮水断流。侥幸逃脱的前秦士兵们听到风声和鹤鸣，都以为是晋军在追击，完全不敢休息。他们在草丛里行军，在野外露宿，又冷又饿之下，死者十之七八。谢玄等人则趁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才作罢。苻坚在后撤的途中被乱箭射中，逃到了淮河以北。此时各路大军全部溃散，只有慕容垂率领的3万人马得以保全。苻坚便率领1000余人准备前去投靠。慕容德便对慕容垂说，秦国强大的时候吞并了我们燕国，现在秦国衰弱，正是我们报仇雪耻的时机。但慕容垂没有听从，而是将所有兵马都交给了苻坚。随后他们沿途收集散兵，到达洛阳时已经聚集了10余万人。返回长安之后，他哭悼芙蓉，告罪宗庙，抚慰孤老及阵亡士兵的家属，下令淝水死难者的家属，永世不必向朝廷交纳赋税。
谢安收到战报的时候，正在与客人下棋。看完之后，他便将书信放在坐榻上继续下棋，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客人问他，他便从容地说道：“孩子们打败敌军了。”下完棋返回内室的时候，他难以控制的喜悦，导致步履不稳，被门槛绊了一下后，木屐的鸡齿折断，他竟然都没有感觉到。这便是著名典故折鸡齿的来历。至此，淝水之战结束。此战过后，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前秦也遭受了重创。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等人便纷纷割据，建立起了新的国家。本来已经和平的中原之地，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那么，慕容垂和姚苌等人是如何建国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